你母亲给你选了晋阳侯这么一个好人家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为什么不嫁？晋阳侯世子坠马后瘫在床上几年了，这时候一亲，摆明了是要新娘子嫁过去冲喜，搞不好刚进门就要当官，你好意思嫁好人家？爹，偏心可以，这没良心可就罪过了。这逆女，来人，请嫁吧！怎么的？说过就想动手啊？来啊，没得怕的！哎呀，相爷别生气，大小姐自幼被养在乡野，举止刁蛮了些，也情有可原呐。夫人就别着急给我上眼药了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反了天了！今天老夫就好好教导你这个逆女！来人，给我打！KO！ 敢打我，我打死你金刚宝贝小女儿！姐姐，我可没招惹你啊！老爷，你没招惹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晋阳侯的婚事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晋阳侯世子身体康健的时候，你挖空心思要嫁给他，如今人家残了他了，你就让你娘把我接回丞相府替嫁？我文思琴是什么很好拿捏的人吗？这事既然是你惹出来的，你要打我，我就打你这个罪魁祸首！反了，反了！真是反了天了！给我叫几个人来看住大小姐！哟，丞相大人家中挺热闹呀。哎呦，骆指挥使，您怎么来了？逆女无状，让您见笑了。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赶紧滚回你的屋子！走就走，说的好像我想待在这吃。文大小姐，故人相见怎么都不打声招呼？没听我爹说嘛，让我赶紧滚呢！骆指挥使认得小女，刚才还一口一个逆女，这会儿倒叫上小女了。爹，你怎么还有两副面孔呢？闭嘴！嘴长在我身上，我救过。文思琴，你找打是不是？都说文丞相爱女如命，怎么如今看来不像这么回事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儿和女儿是不一样的。我爹的掌上明珠是我那个柔弱不能自理的继妹文思柔。至于我嘛，我爹拿我当狗尾巴草，不然怎么会把我养在乡野，还误打误撞救了你呢？你救过骆指挥使的命？对啊，就在你接我回京的路上，我遇到被人刺杀中毒的骆指挥使，早知道就不救他了。就因为救他一命，我在路上耽搁几日，结果就被夫人在爹耳边吹枕边风，以为我故意拖延，不但把我骂了一顿，还让人故意送些馊菜剩饭给我，说让我找个教训。哦，文丞相可有此事啊？误会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早知小女有这福分，能救骆指挥使，老夫岂会怪罪于他？也就是说，此事属实。我骆婉周的命就这么轻飘飘的不值钱，救我性命竟然还救出错来了。就是，文丞相，你这样会让我误以为你其实并不想我活着回到京城。就是啊！还是说这刺杀一事和文丞相有关？就是啊！不是，骆指挥使千万不要误会，逆女你就少说几句吧。看样子文大小姐在这家中处境很是艰难。哎呀，这常言说得好呀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。我爹他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身为女儿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原谅他呀。既然文丞相不喜欢这个大女儿，那骆某就将人带走吧。骆指挥使，你只要带小女去哪儿？锦衣卫办案，想请文大小姐协助一二。我没说要帮忙。有头巾？那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小女待字闺中，如何能随骆指挥使抛头露面？这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无妨，没了名声，我娶。他刚才说什么？说要娶文思琴。哇，骆婉周你真上道啊！说把我带出丞相府就真带出来了。你没看我爹刚才的脸色，脸都快裂了。你说要娶我，人都吓晕了。我若真的想娶你呢？别闹了，骆大指挥使，咱俩八字不合。再说你也不符合我审美啊。难道我长得不够英俊？我喜欢柔柔弱弱的小白脸，你嘛，一看就不是能吃软饭的。乖哈，咱们硬饭不能软吃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我找你真有事，陪我办件案子，去趟江南。要去江南，你好歹让我收拾下行李吧。我的人会给你准备。那女儿家的必备用品呢？什么必备用品？就是那几天不方便的时候，我好歹也是相府千金，为什么要和你讨论这个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洛婉舟，你最好不要落到我手里，不然我给你换上一身女装，拉到街上去卖艺。一个必备用品，至于这么记恨我吗？要不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必备品，我亲自去给你买。那玩意儿是你堂堂锦衣卫指挥使能去买的吗？陆婉舟，你有毒啊！她叫谭玉娘，死者是她的公婆。她的丈夫曾平是走货的商人，常年不在家中。谭玉娘在家照顾公婆，操持家务，邻里都夸她勤快又孝顺。你既怀疑他是凶手，想来是他家中发生了变故。不错，1年前曾平归家带回了一位扬州瘦马，死活要将他纳为平妻。曾家二老拗不过儿子，只能答应让那扬州瘦马进门。从此以后，曾家便家无宁日。听说曾平还经常殴打谭玉娘，邻里多次见到谭玉娘身上带伤。负心汉，薄情郎，说是因爱生恨，死的怎么不是那个曾平？听我把话说完，这案子难就难在曾平一口咬定曾家二老是被人谋杀。但是仵作并未验出二老的死因，只能将最有嫌疑的谭玉娘无罪释放。结果这个案子到了锦衣卫手里，你这位锦衣卫指挥使便想到了我呗。文大小姐师承神医赛华佗，医读双绝，验个尸对你来说不算难事。你还想让我去验尸？你以为这案子为何会递到锦衣卫手里？这曾平可是富甲一方的商贾，为了他爹娘的案子，他上下打点不说，还重金悬赏，赏金有这个数。区1万两白银，就想让我堂堂丞相府千金去验尸？不缺他这1万两吗？是黄金。好兄弟，此等见义勇为之事，我辈当仁不让。最终不还是臣服在金钱的诱惑之下？要不怎么说万恶的金钱呢？衣装在哪儿？还不快快带路？是，我的文大小姐。我说，骆大指挥使，咱们又不是来做贼的，干嘛要等到深更半夜？你就不能白天带我过来？不是顾及你丞相千金的身份吗？让人知道你做这等事，终究是不好。这时候您倒是顾及起我来了，我谢谢您了。你这没情趣的，花前半月下，风花雪月时。我只听过月黑风高夜，杀人越货时。文丞相当年可是笔落经四座，文豪震八方，你怎么就没遗传到他的文采斐然和知情识趣呢？我要是真的遗传我爹，谁来帮你验尸查案解毒疗伤？时不时的还让我去偷个账本，当把钥匙，把丞相千金当手下使唤呢。骆大指挥使可是头一个。谁让你好用呢？一个能抵10。骆婉舟，我看你是想死。我活跃一下气氛罢了。文大小姐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刚才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了呗。迟早有一天，咱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死者身上并无外伤，几种忤逆致人死亡的手法和方式我也都检查过，没有任何痕迹。初步判断和之前仵作的看法一致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这案子并非他杀。都说了是初步判断，你说我要是开膛剖肚，更加深入验尸的话，那咱们的赏金就别指望了。曾平做人丈夫不行，作为儿子来说，却是一个大孝子。你要是真的碰了曾家二老的尸体，信不信曾平和你拼命啊？那还怎么查？这要是能开膛剖腹，一般的仵作就能检查，我又何至于劳烦你文大小姐？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赏金3七分，我妻你3，我就给你办。趁火打劫呀你！权力不用，过期作废的道理，我还是等你。成与不成，一句话的事，给个痛快。成交。瞧出什么问题没？2位老人家的身体不是很好的样子，心、肝、肾、脾胃都有问题。老人家有点病痛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可是他们这般都有问题的，就是最大的问题了。我验好了，走吧。这就验好了？不要小看我神医小华佗的名号啊！讲道理，你要是觉得二老是中毒，药查也应该是去药铺，好菜场来做什么？说你孤陋寡闻，你还不信？都说骆大指挥使文武全才，这武嘛，我就不加以评述了。这文嘛，怎么瞧着也不咋地。文大小姐，这上升到人身攻击可就过分了啊！我是实话实说，骆大指挥使难道没听说过食有相克的说法吗？食物相克？不错，之前验尸的时候我就说过，
曾家二老的身体状况堪忧。你想想，曾家乃是富豪之家，曾平又是孝子，岂会不注重二老的养生之道？曾家二老的饮食由媳妇谭玉娘一手操办。你说这要是日日夜夜用相克的食材做饭菜，曾家二老的身体能好吗？不失为一个长期隐秘的杀人办法。所以先查查曾府每日购买的食材很重要。这种小事啊，应该不用我来操办咯。文大小姐且先歇着，此等微末小事交我来办。乖。都在里面了。豆腐、蜂蜜、海带、猪血、羊肉、田螺、鹅肉、鸭梨，都是1等1的好食材。只可惜啊，若是一同食用，18条命都不够用的。所以谭玉娘当真是以食物相克的手法，害了2位老人家的性命。物证虽有，还缺人证。你去调查一下曾府的下人。又是我？那你呢？我去减肥消食。贱人，别以为老子找不到你杀人的证据就拿你没办法，老子一定要弄死你！姐姐，我劝你就招了吧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没准夫君还会给你一个痛快。曾平，你向我索命，那我女儿的命又该向谁去讨？呸！谁让你生不出儿子？贱人，实话告诉你，锦衣卫已经在查爹娘的案子，我等着你给爹娘赔命。用食物相克的方法害死曾家二老，谭玉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觉得自己逃得了吗？你是谁？来查你案子的人。曾家二老与你有何仇怨？为何要杀他们？因为他们该死。当年我生下女儿，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，就被曾平他娘扔出去田螺，说是要让贱人踏万人惨，以后就没有丫头片子敢投胎到曾家。我活生生的女儿啊！我哭着求曾平救我女儿，可他们一家子都是畜生，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在寒冬腊月里断了气，连她的尸骨都不让我收敛。曾平说我生不出儿子是下不了蛋的母鸡，每日流连青楼，他爹娘却怪我没本事，看不住他儿子，对我又打又骂。后来那乔姨娘进了门，还给曾平生了个儿子。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完了，要么我被曾家活活逼死，要么我跟他们同归于尽。曾平爹娘虽死，可罪魁祸首犹在，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我当然不甘心。可惜曾平厌恶我，从不做我给他做的吃食，白白让他捡回一条命。这软筋散无色无味，只要沾上一点就会瘫软无力，任你为所欲为。姑娘这是何意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杀人者就该偿命。你是如此，曾平亦是如此。了结因果后，记得去投案自首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怜悯。谭玉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拉你一起下地狱。好不容易找到的凶手，你竟然放任他和曾平同归于尽，眼看着要到手的赏金，你就这么轻易放弃了？不义之财取之无益，我怕这钱拿了会做噩梦。倒是骆大指挥使平白无故损失这么一大笔金子，想怎么报复我呢？我若在乎这点小钱，你放谭玉娘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阻止你了。更何况比之区3000金，这才是无价之宝。正本哪来的？曾家以贩马起家，短短5年就成了一方首富，这其中免不了官商勾结。我来江南，曾家二老的案子只是幌子，真正要查的是江南贪污案。哼，要不怎么说你这人狡诈呢？哎，去哪儿？你以为我傻呀？你要查江南贪污案，如今账本落到你手里，保不齐杀手已经在路上了。现在不跟你分道扬镳，更待何时啊？温思晴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就这么丢下我一个人跑路了？你身为神医，救死扶伤、普度众生的情怀在哪里？骆大指挥使啊，我跟你不过泛泛之交，谁跟你玩命啊？这话说的好生无情，我浑身上下都被你看了个遍，你竟然不想负责？我骆婉舟是什么很好打发的人吗？你那时候重伤昏迷，我是为了给你换药才脱了衣服好吗？医者眼里只有病患，没有美色。谁听你狡辩？看了我的身体就要对我负责，你还讲不讲理啊？不讲。
洛婉舟，为什么你要死要拉着我垫背啊？难道就这么恨我吗？晴晴在说什么傻话？我爱死你了好吗？你果然是想让我死啊！重点是前面那个字啊，喂！大人，城门守卫森严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哎呀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强龙不压地头蛇啊！哪怕你是锦衣卫指挥使，只要你敢露面，源源不断的杀手就会追踪而至。以文大小姐的意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什么意思？给钱啊！帮你不需要报酬的吗？给钱多没诚意。我把整个人都给。切，你个赔钱货，休想让我做亏本生意！大人，官兵过来了，准备动手，冲出去！冲你个大头鬼啊冲！看我的！你个负心汉，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不听，我不听！娘子，得罪自家婆娘的男人真可怜呐！我这么俊美的一张脸，到底是多铁石心肠的女人才惹的那种猪头啊！哼，别嚎了，脸重要还是命重要？要不是我反应灵敏，下手迅速，做事果决，你早就被那群贪官派出的杀手缠上了。陆婉舟，你信不信？现在整个武林的悬赏榜上，你的人头绝对值天价。文大小姐说的对，我们大人如今在杀手榜上的悬赏价已经高达100万金。百多少？哼，快闭嘴吧你！没看到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拿你的人头去讨赏啊！还附加江南各地至少10处庄园的地契。我这要再不动手，可就太对不起你家大人与我的交情了。陆婉舟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这条命一定要留给我。文思强，我在你心里竟然还比不上区100万金和10处庄园吗？哥，大哥，那可是黄灿灿的金子呀，谁和金子过不去？看着我的眼睛，晴晴当真舍得要我的命吗？我就跟你闹一下，怎么突然这么认真起来了？我就是很认真的问你，我和金子谁重要？金子。女人，你的名字叫无情。真生气了？逗你玩呢。哼，我有办法带你出城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骆婉舟就不是会生气的人。乖。好了没啊？一个大男人磨磨蹭蹭的，换个衣服都这么慢，赶紧出来，跟姐走一个。文思强，你就是在报复我。这话说的，你我往日无怨，今日无仇，我报复你做甚？那你还这般羞辱我？细蝶花蝶如冰，窗外谁藏心机？风暖呼吸，口上咽下你。一个大男人长这么漂亮做什么？比我还好看，就很不合理好吗？你又嘀嘀咕咕说我什么坏话呢？我说你丑，过来，给你化妆。晴晴，化了我的眉，我可就是你的人了。画个眉而已，别瞎占我便宜。还有叫什么晴晴？要叫我女王大人。画好了，自己看看吧。文思强，你他妈的叫化妆吗？你分明是在毁容！对着我这么俊美不凡的一张脸，你怎么忍心下此毒手？官爷，行行好，我家姐夫突然重病，我姐姐急着回去见他最后一面，这些银两给官爷打酒喝，还请行个方便。这是你姐姐，把面纱摘下来。可不能摘啊，官爷！遮遮挡挡的铁定有鬼。长得这么丑，也好意思出来见人？哎呦，官爷这话说的，长得丑又不是我的错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看到你这张脸就想吐。我就说用我的法子可以顺利出城吧。骆大指挥使，你欠我的人情可越来越多了，该怎么报答我才好呢？以身相许如何？我神医小华佗救人无数，想对我以身相许的人多了去了。但能救你出丞相府的人，只有我一个。你毕竟是相府小姐，婚姻大事由丞相做主。带回京之后，我总不能再以查案的名义将你留在身边。你那继母可是心心念念想着把你送去晋阳侯府替嫁，比起侯府世子，我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？这话你可就说错了。
我自幼养在乡野，习得一身好医术。我爱山珍海味，粗茶淡饭一口。我没被接回相府的时候，就孤身在外走南闯北。洛婉舟，我和京城的闺女们不一样，哪怕脱离相府，失去家族倚仗，我也能逍遥自在的活。所以我没必要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一场交易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没必要。你明明不是委曲求全的性子，却执意回归相府，你敢说心中没有图谋吗？偌大指挥使，这又还是什么意思？忘记告诉青青，我这人过目不忘，哪怕只是扫了一眼账本，我就记下了所有官员的往来交易。可偏偏出城之后，我再次检查账册，却多出了关于文丞相贪污的罪证。青青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账本是真的就行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你和你爹到底有什么过节，以至于你身为人子，却时刻想着让他死？温思晴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你与我的相遇、相识、相知，也是你算计的一环吗？我若说是，你待如何？之前我还觉得奇怪，是谁能说动已经金盆洗手的第一杀手无名刺杀我？原来是你。你猜的不错，我对无名有大恩，他答应为我做3件事，刺杀你只是其一，不然你当真以为自己命好吗？刚遇到刺杀，转眼就碰上救你性命的神医，偏偏那个神医还是相府要接回去的小姐，待你一路同行，嘘寒问暖，秉烛夜谈。你是故意引诱我的？你才看出来吗？洛婉舟，我不是不知道你对我的情谊，可若是我展现出的所有美好都是虚情假意，你就不怕我恼羞成怒，与你爹联手对付你吗？你不会。说到底，锦衣卫不过是圣上手里的一把刀。陛下对我爹早有不满，只是缺一个发难的契机。我既然将罪证送到你面前，你绝不会因为一己之私坏了陛下的好事。那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吗？既然敢招惹你，我就有保全自己的手段。陆婉舟，你就当做了一场梦，以后你在朝堂，我在江湖，你我两两相望，永不再见。我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思晴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哪怕我一直在利用你，我心甘情愿。可我不愿。小陈一真是好狠的心，利用完人家就一走了之。可怜堂堂锦衣卫指挥使被你玩弄股掌之下。说够了没有？你对他就真的不曾动心吗？我觉得陆婉舟这人挺好的。神心易变，情爱难求，在这世上，我唯一信的人只有自己。哎，你不护送他回京吗？他又不是小孩子，送什么送？口是心非的女人，拉着我跟在后面一路保护，算怎么回事？谁说我在意的是洛婉舟？我保护的是要扳倒丞相府的罪证。我有说保护的是洛婉舟吗？我说的也是罪证。皮痒了是不是？哼，反正你又打不过我。阎王要你3更死，谁敢留你到5更？拿命来！是阎罗殿的杀手，江南贪污案背后的那群黑手还真是胆大包天，眼看着都要到京城了，竟然还敢刺杀洛婉舟。哇，是苗疆古都。苗疆的人都请来了，好大的手笔啊！哎，你再不出手，你的洛大指挥使保不齐就要把命交代在这里。好俊俏的小哥哥，直接杀了多可惜呀！何不与阿乔快活快活？这位小哥哥，你可惹不起。谁？你姑奶奶！你是哪来的葱跟蒜，也敢管我的好事？你不妨问问你面前的小哥哥，我是他的谁？小哥哥，他谁啊？不认识，陌生人。听到没？陌生人就别管闲事嘛。前些天也不知道谁嚷嚷着要对我以身相许，要我负责，一转眼就变成了陌生人了。好你个洛婉舟，我就知道你薄情寡义。哼，比不得某人虚情假意，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万根针。我不就骗了你的情，又没骗你的身，你个大男人那么矫情做什么？我洛婉舟从小到大清清白白一辈子，你不觉得欺骗纯情美少男的你很过分吗？我还纯情美少男这3个字，我就认1个字。什么字？男。我呸！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？你还是乖乖睡觉，拜拜了您嘞。你的药我不敢吃。别蹬鼻子上梁。反正你又不在乎我的死活，
不在乎你，还眼巴巴的带着我这个天下第一杀手尾随一路。他在意死了好吗？无名，你是不是找死？文思晴，你这算什么？打一巴掌，再给我一颗甜枣，你拿我当狗训呢？好歹也是相识一场，总不能看着你死吧？好一个相识一场！小心！陆晚舟，以你的身手推开我不就完事了吗？替我挡什么暗器？我又不会领你的情。哎，对呀对呀，这一看就是苦肉计了。可我受不得你在我面前遇到一丝一毫的危险。你别说，我家大人嘴还挺甜。你明明知道我只是为了利用你扳倒我爹，那就利用好了。好男人建功立业，不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女人遮风挡雨的吗？你想做什么，放手去做，哪怕做你手中的刀刃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以为文思晴看不出你家大人那点小心思啊？同为习武之人，一看就知道他那一掌是有技巧的。伤口看着吓人，其实也就出血多了点，吃点猪肝就补回来了。陆晚舟，你这是何苦？谁让我喜欢你呢？唉，你们大人不去演戏，回来呀！招不招？招不招？到底招不招？你们堵着他的嘴，他也招不了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大人的意思是，刑讯只是走个过场，招不招无所谓。啊，那我嘞？我们大人说，你好歹也是苗疆圣女，把我给放了，直接埋了。阿娘说的对，中原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们大人还说，要想放你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送给我们大人一样东西。你不早说，要什么嘛？合欢谷。啥？合欢谷不解就会爆体而亡的那种。你们中原人是有病吧？大人，苗疆圣女按照您的吩咐被放走了，不该说的话，她绝不敢乱说。下去吧。苗疆合欢谷，文思晴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。女人呢，一旦陷入情网，就被迷得晕头转向。骆婉舟在跟你玩苦肉计，你都看不出来。谁说我不知道？那他挖坑你还跳？谁让他愿意花心思哄我呢？只要肯把心放在我身上就好，这点小心机我还是可以忍受的。那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当真和他回京朝做他的指挥使夫人？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长相厮守吗？成亲不过一个形式，困不住男人，只会困住后宅里的女人。我喜欢骆婉舟是一回事，和他成亲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好新奇的想法！你这么叛逆，你爹能知道吗？你的骆大指挥使知道吗？家辞已逝，家父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去黄泉赎罪。至于骆婉舟，我需要给他什么交代吗？欢喜则来，败兴则去。他有他的江山朝堂，我有我的江湖自在。人活在世，不如随性。喜欢上你这种女人，真不知道是羡慕骆婉舟，还是同情骆婉舟。水波划两三圈，再睡一遍。骆婉舟，你怎么了？不小心着了那个苗疆圣女的道，中了合欢谷。合欢谷非交合不能解。晴晴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你若不救我，也是我自己命不好罢了。不为难，一点也不为难。真的？那我们……我去青楼给你找个花魁娘子来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给我找花魁？不然呢？看着你死吗？你难道不是女人吗？文思晴，我有时候真的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心。你竟然宁可把我送给其他女人玩，也不愿意玩我。原来骆大指挥使在向我自荐枕席啊！爱玩玩，不玩滚！骆婉舟，我不是那种在意名节的女子，哪怕和你一晌贪欢，甚至和你有了骨肉血脉，我也不会为你停留脚步。即使这样，你也非我不可吗？我骆婉舟就是这么贱，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殿前红人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偏要和你这个小骗子索取真心。我竟然还可笑的给自己下蛊，以为你会对我心软。文思晴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，偏偏遇到了你这么狠心的女人。去哪儿？去死行不行？我还没同意，你怎么敢轻易言死？是你先不要我的。你这般秀色可餐，我后悔了，行不行？
要不说还是你们城里人会玩呢。昨晚我都是你的人了，吃干抹净就不想负责。文思晴，我知道你渣，可我不知道你能渣成这样。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像怨妇呢？是怨妇。好啦好啦，我的小怨妇，我就是普普通通起个床而已，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气吧？你难道不是想拍屁股走人？阎王殿和苗疆圣女都被请来了，我如何能放心你独自回京？官有官道，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。沈一小话头的名号，在京城贵人眼中不算什么，可在江湖还是略有薄面的。有我和无名陪着，定让你安然无恙的回到京城。那个无名是怎么回事？又是你从哪里招来的疯啊蝶呀？人家名草有主呢，别乱吃肥醋。那还有一堆要你以身相许的狗男人呢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反正你又不在意名节，左拥右抱，三夫四郎的也不是不行，就是不知道在文大小姐心里算老几。我是不在意名节，可是我的心很小，能记挂在心的心上人只有一个。哼，那个命好的心上人是谁呢？不是在这里吗？我的心上人。既然是心上人，为何不愿做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？孟晚舟，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吧。我叫文思晴，我爹是当朝丞相，我娘是神剑山庄的大小姐。爹娘的爱情至今都是画本子里的传奇。初出江湖的神剑山庄大小姐偶然救下京津赶考的才子，二人携手相伴，闯过朝堂，也浪荡过江湖。成亲1年，便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。后来啊，爹爹的官职越来越大，娘亲的笑容也越来越多，一家3口人人称羡。人人都说爹娘是恩爱夫妻，我是他们的掌上明珠。可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童话，所有的美梦在爹娘成亲的第7年破碎凌人。关于我和我娘亲，你知道多少？据说你娘是你爹的心头挚爱，可惜难产而死，你爹痛失所爱，所以迁怒你，这才将你送回老家抚养。我娘难产不假，可她那一胎是我爹故意喂大的，源源不断的山珍海味送到我娘面前，哪怕我娘吃不下，我爹也会亲手喂她。那时我只有7岁，以为爹爹当真如外人所言，将娘亲捧在心上，爱在心间。我娘难产的时候，她哭得泪人一般。你若看到她痛苦的模样，绝对不会怀疑她对我娘的珍惜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学医之后查过我娘的饮食单子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她多可怜呢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和腹中的孩子死于枕边人的算计。可她又有些幸运，到死都以为自己的爱人不曾负心。我从不怀疑我爹对我娘有过真心，可他的真心似乎有个期限。我娘出身神剑山庄，何等恣意潇洒，哪怕我爹说要与她和离，她二话不说就会签字离去。可我爹宁愿杀了她也不肯和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神剑山庄的助力，还有他的名誉。是啊，就为了一个爱妻如命的名声，他宁可让我娘死，也不愿放她离去。陆晚舟，你如今爱我，可期限呢？1年、2年，还是10年？你爹是你爹，我是我。晴晴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？空口无凭，我如何信你？凭天呢？当年我爹曾对天发誓，如有背弃，天诛地灭。可我等了整整10年，他的报应在哪里？陆晚舟，对你我而言，地上贪欢，露水情缘，足够了。冰封了时光，回忆定格在年少的梦一场。逆女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身为丞相千金，你抛头露面也就罢了，还跟着锦衣卫的人出去查案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乃江湖儿女，不拘小节。什么江湖儿女？你现在是丞相府的千金，就该有大家闺秀的样子。本来这话我不该说，知道不该说你还开口。为了柔儿，我不得不说。你大小姐不顾及名声，也好歹想想自己的妹妹啊。我们柔儿冰清玉洁，还没嫁人呢。若是外面都以为丞相府的女儿不知自爱，你自己嫁不出去也就罢了，何必连累柔儿？她还想着嫁人，金阳侯世子她不要，以后可就没人敢娶一个罪人之女了。逆女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爹爹自以为做得稳妥，却不知你与江南官员勾结，贪污赈灾银两的罪证，我早就找出来，
送到洛婉舟面前。这会儿抄家的圣旨怕是已经在路上。你为何要害自己的亲爹？这句话我也想问你，爹，你为何要害娘和弟弟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杀害娘亲的办法隐蔽，却不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要是把我关在丞相府的后宅，把我养废也就罢了，偏偏把我养在了乡野之间，让我见到了广阔天地。你困住了娘，是因为娘亲爱你，可你困不住，因为我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的爹就已经死了。温思晴，你我父女一孙俱孙，一荣俱荣，丞相府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丞相府倒，令爱归我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罪臣文领芳贪污赈灾银两，罪大恶极，判其秋后问斩，家眷流放岭南。温思晴也是相府的女儿，凭什么她没事？就因为她命好，攀上锦衣卫指挥使吗？我不服！好妹妹，你说错了，我没事是因为我自己有本事。我替太后治愈重疾，圣上允我脱离文家，回归母姓。从今天起，我叫云思晴，和你们文家没有半分干系。再走。娘亲，我给你和弟弟报仇了。我知道你不想留在文家，我带你回神剑山庄。洛婉舟，圣上已经判我秋后问斩，你为何还要对我动刑？圣上赐你死罪是国法，我对你用刑是私仇。要不是你薄情寡义，杀害发妻，本指挥使何至于追妻火葬场？你的错却要我来承担，这算什么道理？我追不上夫人，你也别想好过，给我打！大人，苗疆圣女我们抓到了，带过来。你们中原人还讲不讲信用了？说好放我走，为什么要把我抓回来？圣女不用担心，我请你来不为寻仇，只为向你借个小东西。你又要借什么？情人骨。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，我若是再晚一刻回来，你人是不是都跑没影了？我这不是在等着你回来道别吗？青青，别走行不行？京城这地方我不喜欢，还是江湖自在。咱们呢，随时想见，随时再见。你难道想让我做一辈子见不得光的情人？你也可以娶妻生子啊，我又没拦着。你明知道我想娶的人只有你一个。陆晚舟，世界这么大，你以后会遇到更多更好的人，真的没必要在我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。你还算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是歪的。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我这人恐婚，上床可以，成亲免谈。如果我能向你证明我的真心呢？怎么证明啊？对天发誓还是挖心明志啊？陆晚舟，你给我喂了什么？情人骨的母骨，而我服下了子骨。从今往后，我的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间。温思晴，我把生死交托给你，你能信我一回吗？陆晚舟，你疯了！我这么大，此生有妻温思晴，我死而无憾；若是此生无你，我生不如死。成亲只是一个形式，又何必要做到这一步？因为我要昭告天下，你是我洛婉舟的夫人，我所有拥有的一切，你都合理合法的享用，包括我自己。你这个傻子！为你傻，我心甘情愿。好感动啊！中原还是有好男人的嘛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遇到了文思晴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她可为洛晚舟放弃自由才怪。文思晴，你倒是给我一个准话，把我扛走做什么？你可是我最重要的宝贝，当然要随身带着。你说我是什么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啊！